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本期视频内容均基于真实资料整理，力求客观呈现。视频画面未使用AI生成，仅封面由 Canva 制作。我们始终希望通过内容传递温暖与正能量，陪伴大家感受更积极的生活。白玉兰揭晓在即，三大传闻来势汹汹，杨紫被拉下水，赵丽颖最意外。白玉兰还没发提名，热搜先替她颁了3次奖。到底是谁在替组委会说话？最近刷到好几条白玉兰定局了的消息，说的跟真的一样。赵丽颖当评委加上影节大使，杨紫稳拿事后，连初选名单都分好轻易派花旦派。我一开始也信了，还截图发给朋友看，结果点开赵丽颖工作室微博，人家清清楚楚写着网传信息均为虚假。再翻白玉兰官网，上海电视节公众号，连个评委影子都没见着。查了下规则，原来演员参评当年是自动回避当评委的。赵丽颖今年靠在人间报名了短剧单元，那她连候选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做评审席。这就像你报名考试，监考老师哪能是你本人？之前童谣也被传过类似消息，结果评委名单出来，一个熟脸都没有。不是人家不选，是压根不允许。再说杨紫锁定事后，她演的《生命树》到现在都没在广电总局电视剧电子政务平台登记备案，没备案，连参评资格都没有。网上说的央视点赞素颜巡山，我搜了央视网、新华社客户端、新闻联播文字稿，一条相关报道都没有。所谓3题未中，所以这届必赢，听起来像安慰自己，但评奖又不是补考，没这回事。最离谱的是那个4月5日就流出的初选名单，组委会公告写得明明白白，电视剧报名截止是3月31日。往年选片委员看完所有报名剧要6到8周，光是看片、打分、开会合议，就不可能4月初就出结果。而且白玉兰用的是双盲评审，评委不知道谁演的，演员也不知道谁评的。泄露名单等于同时让几十个评委集体违约，还要避开所有保密协议追责，这哪是泄露，这是拍电影。那些名单里写的蛮好的人生沉默的荣耀，我在广电备案系统里搜了3遍，没有剧名，没有许可证号，连备案时间都查不到。就像说我家楼下开了家火星火锅店，听着热闹，但你根本找不到门。白玉兰不是不透明，是她根本不想被围观。艾美奖、蒙特卡洛电视节也都关着门屏，不是保密，是尊重，尊重每部剧熬出来的几十集心血，也尊重评委熬红眼看完的几百小时影像。它不靠热搜涨热度，靠的是每年5月展播时，社区老人抢着去文化中心看人世间重映，靠的是6月颁奖礼上，一个拍了17年纪录片的老导演抱着奖杯手抖的说不完话。今年新加了短剧单元，听说报名作品有800多部，评委要从里面挑出真正有想法、有温度，哪怕只有10分钟也让人记住的片子。这种活儿没法快，也不能快。赵丽颖团队发声明那天，我顺手翻了翻他最新一条微博，是剧组探班照，背后黑板写着第27场预戏第3条，没提白玉兰，也没提奖。杨紫最近在横店亚戏晒了张凌晨4点的化妆间自拍，粉底没涂匀，眼线有点花。那些名单、排名、派系锁定没人当真，除了发帖的人。白玉兰奖杯是瓷的，不是金的，重但不 flashy。 在这波白玉兰未揭晓、热搜先颁奖的喧嚣里，我反而更清晰地看见了一个人，赵丽颖。她没有出现在任何所谓内定名单的高光位置，也没有借着留言去放大自己的存在感，反而像一条稳稳流动的河，安静却有力量。说实话，这几年观众的审美早就变了，大家不再只看谁更红，谁话题多，而是越来越在意一个演员在镜头前的真实重量。而赵丽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她从来不是靠标签活着的人。
从花千骨的灵气，到楚乔传的锋利，再到如今现实题材中的克制与沉淀，他一步一步把角色这2个字演成了自己的底色。这次围绕白玉兰的各种传闻，其实挺有意思。有人急着把她推上评委席，好像只有坐在那里才算地位认证。也有人试图用规则去拆解她的可能性，仿佛不在名单里就等于失去价值。但真正看剧的人心里都明白，一个演员的分量从来不是由一纸名单决定的。我反而很喜欢他工作室那句简单直接的回应：网传信息均为虚假，干净利落，没有多余情绪。这种态度其实和他这些年的表演状态是一样的，不解释，不迎合，把时间留给作品。再看他的近况，不是在讨论奖项，而是在剧组里一场一场拍戏。黑板上写着第27场预戏第3条，这种细节比任何锁定事后的说法都更有说服力。因为观众真正记住的，从来不是谁被预测获奖，而是谁在某一场戏里让人突然沉默，突然共情。很多人喜欢把演员分成青衣花旦，甚至画派系，好像演戏是一场阵营对抗。但赵丽颖这些年的路径，其实早就跳出了这种简单分类。她不再是那个被定义为甜妹的人，而是在不断试探角色边界的演员。她可以不完美，可以有棱角，也可以沉默到几乎没有表演感，但你就是会被吸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每次舆论试图用某种框架去框住她时，总会显得有点用力过猛。因为她真正的节奏从来不在这些声音里。反观这次白玉兰的谣言狂欢，其实更像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是观众的焦虑，我们太想提前知道结果，太习惯用预测内定来填补等待的空白。但影视作品不是赛跑，奖项也不是终点。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在拍摄现场一点点完成的情绪，是演员在镜头前一次次修正的细节。赵丽颖的魅力恰恰就在这里。她不是那种会在颁奖季频婆刷存在感的人，她更像一个长期主义者，把所有筹码都压在角色上。你可以不在某一刻看到她的名字，但很难在某一阶段忽略她的作品。而且有一个细节挺打动我的，当外界在讨论她有没有资格，会不会得奖的时候，她在做的事情依然是最朴素的，拍戏。没有情绪输出，没有借势营销，这种钝感力在当下其实很稀缺。说到底，白玉兰的分量从来不在于她是不是最热的奖，而在于她愿不愿意慢下来，认真看完每一部作品。而赵丽颖的分量也从来不在于她是不是被预测的人选，而在于她有没有持续拿出让人信服的角色。所以与其纠结那些真假难辨的名单，不如把注意力放回作品本身。等到真正提名公布，等到颁奖那一刻，无论结果如何，一个认真演戏的人都会有属于他的位置。毕竟奖杯可以晚一点来，但观众的记忆不会说谎。2026开年剧王诞生，赵丽颖小城大事播放量冲破6亿。由赵丽颖、黄晓明领衔主演的年代大剧《小城大事》斩获了1月电视剧热度榜冠军。这部剧自1月10日在央视8套和腾讯视频同步开播以来，便开启了横扫各大榜单的模式，成为2026年开年档最具代表性的现实题材力作。小城大事的故事背景植根于20世纪80年代初，讲述了一群富有魄力的基层干部在没有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凭借集资合伙的创举，在荒凉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史诗历程。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李秋萍，从一名职场青涩的知识女性，逐渐成长为沉稳坚韧的时代先锋。她不仅凭借细腻的演技赢得了观众口碑，更蝉联了猫眼角色热度周榜冠军。黄晓明塑造的基层干部郑德成也贡献了年度首个现象级剧情热梗里头门小男人，在社交平台引发了海量讨论。如果说2026年的电视剧市场需要一个开局即定调的作品，那么小城大事无疑就是那个答案。
而当观众走进这部剧时，很难不被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牢牢抓住情绪。那不是简单的角色代入，而是一种久违的、带着温度的现实共鸣。很多人一开始是冲着年代剧群像戏这些标签点开这部剧的，但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赵丽颖的表演。她这一次没有任何讨巧的人设光环，也没有甜美滤镜的加持，甚至连外形都刻意收敛到最朴素的状态。可偏偏就是这种去装饰化的表达，让李秋萍这个角色显得格外真实，仿佛她不是被写出来的，而是从那个年代一路走来的普通人。从最初的青涩、谨慎，到逐渐学会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原则，做出选择，赵丽颖把人物的成长拆解得非常细腻。你会发现，她并不是用力去演变化，而是通过眼神、停顿，甚至一句台词的呼吸节奏，让观众自然感知这个角色的转变。尤其是在几场关键情绪戏中，他没有刻意拔高情绪，而是压着演、收着演，却反而更有力量。那种隐忍和坚定，像水一样慢慢渗进人心。说实话，这种表演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它不是技巧炫耀，而是一种对生活的理解。赵丽颖这些年的转型，在小城大事里算是彻底开花结果。她不再依赖标签，而是开始真正消失在角色里。当观众讨论李秋萍的选择、命运和性格时，很少有人再提这是赵丽颖演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而更难得的是，她并没有因为转型就刻意疏远观众。相反，她让角色更接地气，让故事更有温度。李秋萍不是完美的，她会犹豫，会挣扎，甚至会犯错，但正因为这些不完美，观众才会觉得她可信、可亲。尤其是对于25岁到65岁的观众群体来说，这种人物更容易产生情感连接。她像是那个年代的自己，也像是身边某个熟悉的人。再看整部剧的叙事背景，80年代初的滩涂开发，没有资金，没有经验，一切都要靠人去闯。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故事，而赵丽颖的表演恰恰为这种理想主义注入了现实质感。她让观众相信，这些看似宏大的历史进程，其实是由一个个普通人推动的。和黄晓明的对手戏也颇有火花，郑德成的务实与李秋萍的坚持形成了微妙的张力，两人之间既有理念碰撞，也有情感流动。尤其是里头门这个意外走红的梗，在轻松之余，也让人物关系更加立体。可以说，这种互动不仅提升了剧情的讨论度，也让角色更有生命力。从市场表现来看，小城大事的爆发并不意外，它抓住了观众对现实题材的渴望，也回应了大家对好演员的期待。而赵丽颖无疑是这部剧最核心的支点之一，她用一种不喧哗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分量的表达。很多人喜欢用转型成功来形容她，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这不仅是转型，更是一种选择。她在主动远离舒适区，去拥抱更复杂、更真实的角色。这种勇气在当下的市场环境里其实并不常见。也正因为如此，小城大事的意义不只是爆款，它更像是一种信号，观众依然愿意为认真讲故事、认真塑造人物的作品买单。而赵丽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点，演员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停留在某个标签上，而是不断突破、不断生长。当灯光落下，剧情结束，李秋萍的身影却依然留在观众心里，那种力量不张扬却持久。或许这正是赵丽颖现在最动人的地方。赵丽颖谈39岁转型，2026年我不做甜妹，要为自己活一次。当赵丽颖在小城大事发布会上说出39岁不想再被甜妹标签困住时，台下闪光灯瞬间将她的侧脸照得透亮。这个曾靠花千骨里灵动小骨一脚火遍全国的女演员，正用一步步现实主义力作，在2026年的娱乐圈掀起一场温柔的革命。
从风吹半夏里杀伐果断的商界女强人许半夏，到央视正剧小城大事中扎根基层的干部李秋平，她用角色证明，真正的女演员从来不该被年龄和戏路定义。转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冒险。在第20条里的听障母亲郝秀萍，全程零台词却靠手语和肢体张力拿下金鸡奖提名，那时就有人预言，这姑娘早晚要撕掉流量标签。果不其然，凭借浴火之路摘得飞天视后时，她在领奖台上笑着说，以前总想让大家喜欢我，现在只想让角色住进观众心里。这种清醒在2026年愈发明显。纪梵希全球彩妆香氛双线代言的官宣，让她成为品牌史上首位华人双料代言人。广告大片里，她穿着深蓝色露腰礼服，腹肌线条与优雅气质形成奇妙反差。而小城大事中李秋平的粗布工装造型，又将这份精致藏进市井烟火。当她蹲在田埂上帮村民算收成时，手上摸出的茧子比任何红毯珠宝都更有说服力。这种可盐可甜的驾驭能力，让导演张艺谋直言，他身上有种野草般的生命力，给点土壤就能野蛮生长。在如今这个节奏飞快、标签泛滥的娱乐时代，很多演员还在被人设裹挟时，赵丽颖却悄悄完成了一次极具力量的转身。她在小城大事发布会上的那句35岁不想再被甜妹标签困住，听起来像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如果你一路看着她从花千骨里的小谷走到今天，就会明白，这不是宣言，而是一种已经兑现的答案。很多观众对她的最初印象，确实停留在那个灵动、倔强，带着一点天真与执拗的小谷身上。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种成功的束缚。太成功的角色，往往会成为演员难以摆脱的影子。但赵丽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不讨巧，却最有价值的路，不重复自己。从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开始，这种变化就已经很明显了。她不再依赖外形的讨喜，而是用角色的棱角去打动观众。许半夏的野心、果断，甚至某些灰色地带的选择，都让这个角色更加真实，也更有力量。你会发现，她开始让观众相信角色，而不是喜欢角色。再到第20条里的郝秀萍，一个几乎没有台词的听障母亲角色。说实话，这种角色对任何演员来说都是高难度的，因为它剥夺了最直接的表达工具——语言。但赵丽颖偏偏用最笨的方式完成了最高级的表达：手语、眼神、身体的细微颤动。那种压抑、隐忍与爆发交织的情绪，不需要一句台词，就已经让人心口发紧。这一刻，你很难再用流量演员去定义他。而当他在小城大事中饰演李秋平时，这种转型几乎已经走向成熟。这个角色没有光环，没有滤镜，甚至连戏剧性都被刻意压低。他蹲在田埂上算收成的样子，他与村民交流时那种略带粗糙却真实的语气，都让人感觉他不是在演，而是在生活。这种表演状态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它意味着演员已经不再急于证明自己，而是愿意把自己藏起来，让角色真正站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成为纪梵希全球彩妆香氛双线代言人时，他在镜头前展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冷静、克制，带着一点锋利感。那种优雅与力量并存的状态，让人很难把她和当年那个甜妹联系在一起。但正是这种反差，才更说明她的可塑性。有人说，一个演员最重要的不是爆红，而是活得久。但赵丽颖显然不满足于此，她要的不是时间长度，而是厚度。从古装甜宠到现实主义，从情绪外放到极致内敛，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但又不乏冒险。她不是在追逐潮流，而是在一点点建立属于自己的表演体系。其实，所谓35岁转型，从来都不是一个节点，而是一种长期的积累。
赵丽颖之所以能在这个年纪说出为自己活一次，是因为她已经用作品证明了自己有这个底气。她不再需要迎合市场的想象，也不再需要被标签保护。她开始真正掌握自己的节奏。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演员的成长，更是一种关于女性角色的重新定义。她不再局限于年龄、爱情或外貌，而是可以有野心、有伤痕、有选择。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赵丽颖，会发现她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某一部爆款作品，而是她始终在变。这种变化不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更接近真实。如果说过去的她是在角色中寻找自己，那么现在的她更像是在用角色慢慢讲清楚一个更完整的自己。85花颜值大洗牌，赵丽颖断层登顶，杨幂、刘亦菲、杨紫迪丽热巴排位引热议。提起85花，就不得不提近期引发热议的颜值大洗牌。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赵丽颖以断层优势登顶，成为当之无愧的颜值天花板。无论是古装仙侠剧中的飘逸角色，还是现实题材里的灵动表现，她都能轻松驾驭各种造型。多年来，凭借一系列爆款作品积累了极高的国民度，颜值与演技并肩并存，相关话题的阅读量遥遥领先，成为了颜值与实力并存的顶流标杆。她的美不仅体现在外表，更在角色塑造中展现出的风骨与力量，真正重新定义了顶流美女的标准。位居第二的杨幂则是内娱的御姐代表，她那精致的五官、明艳的气质以及强大的气场，成就了她在颜值赛道中的绝对优势。无论是红毯上的华丽登场，还是日常造型的随性自然，杨幂始终都能展现出极强的时尚表现力。她的生图与精修状态总是在线，展现了她无与伦比的颜值和时尚感。作为85花中的顶流，杨幂多年如一日保持着超高的流量与话题度，凭借自律与不断变化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岁月不败美人。刘亦菲稳居第三，作为内娱的古典仙颜代表，她完美的骨香和清丽的皮香，散发着与生俱来的仙气和一丝不染的疏离感，被人称为内娱的颜值白月光。出道近20年，刘亦菲的颜值始终如一，堪称冻龄神颜。无论是古装造型中仙气十足，还是现代装中的明艳大气，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起广泛关注。杨紫以温婉淡雅的颜值位列第四，她的亲和气质与国民度使得她的演技和颜值都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她通过扎实的演技和饱满的角色塑造，证明了颜值背后蕴藏的深厚实力。迪丽热巴这位浓颜系的异域美人，立体深邃的五官和强大的气场，让她在红毯上无可匹敌，牢牢占据了第5的位置。她的美丽与气质兼具，成为了内娱红毯上的定海神针。此次洗牌不仅是颜值的较量，更是实力的比拼。赵丽颖这3年几乎是一路高歌猛进，凭借《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和《小城大事》3部作品，牢牢占据了85花排位表的首位。2019至2026年间，她不仅每年产出稳定，且获得了5个亿工程奖的加持，这种获奖频次在同龄女演员中可谓屈指可数。豆瓣上的评分也证实了她的实力，《风吹半夏》稳定在 8.2 分，超过45万人标记。幸福到万家也拿到了 7.1 分，3部剧的评分没有超级神话，但每一部都稳居7分以上，这个成绩在同时期剧集里已然非常突出。2023年，赵丽颖更是先后斩获了金鹰奖、飞天奖，成为首位在35岁前获得这2项奖项的大满贯得主，而她仅用时不到3年完成这一壮举，奖项的密度与含金量可见一斑。与此同时，赵丽颖在国际舞台上的曝光同样不可小觑。2025年，她凭借在欧洲某世界电影节的表现，拿下全球第6、亚洲第1的投票成绩，单个粉丝就可能砸40万人民币，这一数字在中国女演员中位列前茅。国际曝光和资源完全是用金钱和实力换来的。
在他的实际一路向上之下，杨幂的近3年则像是一条起伏不定的折线。他的作品数据时高时低，奖项的获得始终差那么一点，导致他在2026年的非官方85花排位中只排在第4位。比如2026年播出的《声万物》，虽然多次刷新央八黄金档的收视纪录，但他始终未能捧得正宫视后。他的电影作品《酱园弄》和《长安》的荔枝票房合计超过20亿，豆瓣评分也不低，但缺乏更大的奖项加持，尤其是在电影节的主竞赛中，他的名字始终停留在入围与提名的阶段。虽然他在微博之夜连续3次获得微博女王称号，成为该活动的历史最多奖得主，但网络投票的荣誉始终难以取代飞天奖或国际电影节影后的含金量。此次85花颜值大洗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各位女星的颜值魅力，更让我们见证了她们在事业上的努力与成长。赵丽颖的断层登顶是颜值与实力的双重胜利，也为内娱女星树立了新的榜样。未来85花的竞争还将继续，让我们期待她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如果说这一次85花颜值大洗牌只是单纯的外貌排名，那未免太低估这场讨论的分量了。真正让人反复回味的，不是谁的五官更精致，而是谁在时间的长河里完成了一次从好看到有分量的跃迁。而在这一点上，赵丽颖的断层登顶几乎没有悬念。很多人第一次记住赵丽颖，是从那个灵气逼人的小骨开始。那时候的她，清甜灵动，像一阵风，轻轻吹进观众的视线。但真正让人佩服的是，她没有停在那个甜的舒适区里。娱乐圈从不缺漂亮的脸，但太多人困在标签里出不来，而她偏偏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一点点把好看变成有力量。这几年再看她的作品，你会发现一种很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只是适合角色，而是让角色成立。无论是幸福到万家里倔强而不服输的何幸福，还是风吹半夏中在时代浪潮里搏命生长的许半夏，又或者小城大事中沉静却暗藏波澜的人物，他的表演都有一种很扎实的落得感。那种感觉不是靠情绪堆出来的，而是从生活里一点点磨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当大家再去讨论她的颜值时，语境已经悄悄变了。她的美不再只是皮箱的精致，而是一种带着经历、带着角色重量的立体美。镜头里的她可以素净到几乎不修边幅，却依然让人移不开眼，因为那双眼睛里有故事、有判断、有情绪的层次。这种美是时间筛选出来的，也是观众一部部作品投票投出来的。反观同一梯队的其他女演员，其实各有各的锋芒。杨幂的气场，刘亦菲的古香，杨紫的亲和力，迪丽热巴的浓颜冲击力，都是非常明确且稳定的标签。但赵丽颖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她的标签一直在变化。她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美，而是用作品慢慢让人忘记她到底长什么样，只记得她演得真好。这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方式。很多观众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演员真正站稳位置，从来不是靠某一个爆点，而是靠持续稳定的输出。赵丽颖这几年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没有神话级的单点爆炸，但几乎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效。作品评分稳，讨论度稳，角色记忆点稳，这种稳，在如今这个流量起伏极快的环境里，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能力。再看她的获奖节奏，其实更能说明问题。不是一夜之间被推上神坛，而是一步步累积，然后在一个时间点集中爆发。金鹰、飞天这样的认可，本质上是在回应他过去几年的选择，他确实在往更有厚度的方向走，而且走对了。这种慢慢变强的过程，比突然爆红更有说服力。还有一点很容易被忽略，他的观众基础。赵丽颖的受众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年龄层，从年轻观众到中年观众，甚至很多不太追星的人也能自然接受她的作品。
这种国民度不是营销出来的，而是靠长时间的内容积累建立起来的信任感。观众愿意点开他的剧，其实是在说一句很简单的话：我相信你不会让我白看。所以当这一次颜值洗牌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其实更像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那不是因为她突然变得更美了，而是因为大家终于意识到，她的美从来就不只是外表。说到底，娱乐圈的竞争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较量，颜值、作品、奖项、观众缘，每一项都在悄悄影响最终的排序。而赵丽颖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几乎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并且坚持了下来。未来85花的格局还会继续变化，这是一定的。但至少在当下这个节点，赵丽颖站在这个位置，并不让人意外。她不是赢在某一瞬间，而是赢在这一路的选择和耐心。有时候想想，其实挺有意思的。那些曾经被说土气不够惊艳的评价，如今早已被时间冲淡，而留下来的是一个演员用10几年时间，一点点把自己打磨成值得信赖的过程。这大概才是他真正动人的地方。央视《西游记》2027重拍，王一博获演唐僧，孙悟空全国找戏曲演员。注意了，央视宣布《西游记》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开拍，导演是费正祥，预计有27集，投资高达5亿，重点用实景拍摄，甚至会跑到新疆等地，力求还原原著的每个细节。特效部分还会和中科院合作，听起来很有看头。这次翻拍最大的亮点之一是演员阵容还没定，正在全国海选，特别是孙悟空角色，打算找专业戏曲演员来演，因为猴戏难学，普通演员短时间内很难驾驭。猪八戒可能会找喜剧演员，沙僧则选高大武生，估计会用新人。四师徒里肯定的有1、2个熟脸来稳住局面。最让大家关注的是，网上传王一博有望出演唐僧。王一博这2年戏少，之前几部电影都没定档，他对剧本要求高，这次如果真演唐僧，既符合他清冷又阳刚的气质，也能借此宣传他的家乡洛阳。唐僧这个角色不简单，得有那种既慈悲又有主见的气质，年轻演员里真不多，王一博算是合适的。导演费正祥是戏曲世家，小时候还演过孙悟空，这次翻拍他很看重尊重原著，不想靠情怀消费。大家都知道86版《西游记》是经典，这次翻拍难度大，但导演想靠选角和特效给观众带来新鲜感，还会深入挖掘原著细节，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原汁原味的西游世界。总的来说，这次《西游记》重拍不仅投资大，制作精，还结合了现代科技和传统艺术，演员选拔严格，尤其是孙悟空找戏曲演员，显示出对角色的尊重。王一博演唐僧的消息虽然还没官方确认，但非常有可能，毕竟他符合角色气质，也有实力。如果说中国观众心中有一部永远翻不过去的高山，那一定是《西游记》。它不仅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更几乎定义了大众对角色的审美标准。所以，当央视宣布2027年重拍这一国民 IP 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期待，而是谁敢接？双引号。但细看这次的筹备信息，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翻拍，而更像一次带着敬意的重建。从实景拍摄到与中科院合作的特效，从全国海选演员到强调戏曲功底的孙悟空选角，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姿态，本身就让人多了几分信任。他至少在态度上没有走捷径。而在所有未定的变量中，最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是唐僧人选，尤其是传出王一博有望出演之后，讨论的热度几乎是指数级上升。说实话，这个选择乍一看是大胆，细想却又合理。唐僧这个角色，在很多人印象里是温和慈悲，甚至有点柔弱的，但如果回到原著，你会发现他远不止如此。他是坚定的，
是有信念感的，是在一次次动摇中依然选择前行的人。这种内敛的力量其实非常难掩，它不靠爆发，而靠气质。而王一博这几年恰恰在不断证明，他最有说服力的地方从来不是外放的情绪，而是那种收着眼的控制力。他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场，冷但不疏离，静但不空洞。这种气质放在唐僧身上，反而会让角色多出一种年轻的坚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高在上，而是一个真正会思考、会犹豫，但依然选择信仰的人。再换个角度看，这几年王一博的选择其实一直在去标签化，从偶像到演员，从舞台到赛道，他不断在打破外界对他的既定认知。很多人说他戏少，但如果你认真看，会发现那不是少，而是挑。他在等的是那种真正有表达空间的角色，而唐僧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不像孙悟空那样外放，也不像猪八戒那样讨喜，他更像是一条引线，需要演员用极细腻的方式去完成。如果演好了，不一定最耀眼，但一定最耐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会觉得年轻演员里能撑起这个角色的真的不多。当然，争议一定会有，毕竟经典的影子太重，任何新尝试都会被拿来对比。但换个角度想，如果永远活在86版的光环之下，那《西游记》就真的只剩怀旧了。而这次重拍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试图做一件事，不是取代经典，而是让经典继续生长。比如用戏曲演员来演孙悟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不是简单追求像，而是回到角色的本源，猴戏的身体表达、本能反应、节奏控制，这些都是普通演员短期内很难掌握的。而导演费振翔本身就有戏曲背景，这种选择更像是一种文化自觉。在这样的整体语境下，如果王一博真的出演唐僧，他就不仅仅是一个演员选择，而是一种气质拼图的补全。一个来自传统戏曲体系的孙悟空，一个可能带有现代气质的唐僧，再加上更贴近原著的叙事方式，这种组合其实是有可能碰撞出新东西的。说到底，观众真正想看的从来不是复制，而是在尊重之上的更新。至于期待还是怀念，其实不用二选一。86版《西游记》是记忆里的月光，而新版本如果做得足够好，可以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火光。月光不会消失，但火光可以照亮新的路。而王一博如果真的走进这条取经路，或许也正好走在他自己的某种角色修行上，不喧哗，不取巧，用时间和选择一点点证明自己。这样的唐僧，你会想看吗？你怎么看这次央视《西游记》重拍？期待新版本还是更怀念86版？王一博笑战凭啥火？唱歌演戏赛车样样行，普通男孩也能学。最近刷到王一博在 China GT 赛车锦标赛上夺冠的新闻，我忍不住心里一阵激动，这哪是偶像，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斜杠青年天花板啊！28岁的他戴着头盔冲过终点线时，汗水湿透了发丝，那一刻的光芒比任何舞台造型都耀眼。可这不是娱乐圈的花架子，而是他真刀真枪与职业赛车手一较高下拼出来的 GT 上午3点组全场冠军。更令人佩服的是，他的老搭档肖战也是个全能型选手，唱歌、演戏、综艺全面开花，两人用自己的成绩单告诉世界，顶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一砖一瓦的努力一点点堆出来的。很多人以为明星的全能只是人设，但王一博的履历让质疑者无话可说。他从2019年开始涉足职业赛车，拍戏的间隙别人休息，他就去练车，摔过的次数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这次夺冠的85号赛车服背后，是5年如一日的坚持，就像他跳街舞，从这就是街舞第一季青涩的队长，到后来能与世界顶级舞者 battle 毫不逊色。
演戏也是从《陈情令》里被吐槽面瘫的蓝忘机，到《冰与火》里让警察数数点赞的缉毒警，再到《长空之王》里拿下金鸡奖提名的试飞员。115部作品，37亿票房，这些数字背后，是他把我不行从字典里彻底删除的结果。肖战的硬核，则藏在细节里。拍《陈情令》时，他为了贴合魏无羡的少年感，提前半年练形体学古琴。拍《斗罗大陆》吊威亚吊到肩膀淤青，却仍笑着说年轻人就该多吃苦。唱歌就更不用说了，从组合主唱到春晚舞台，光点的破亿销售额不是靠刷粉丝，而是他把流行旋律和正能量歌词结合得恰到好处。最圈粉的是他那种归零心态，即便已经爆红，也会蹲在片场看老戏骨怎么走位，永远在路上的拼劲，才是普通男孩最应该学习的。别总想着我天赋不够，先问问自己有没有为一件事拼到凌晨3点。现在总有人抱怨内卷太严重，但看看王一博和肖战就明白，真正的高手都在外卷，不是在同一条赛道里挤破头，而是开拓自己的第二战场。王一博把赛车从兴趣爱好变成职业竞技，肖战用绘画和设计展现另一面才华。他们证明了人生不是单选题。普通人或许成不了明星，但可以学他们的那种死磕精神，想考研就别整天刷手机，想健身就别找借口天气不好，想搞副业就从今晚开始查资料。记住，这个世界从不缺梦想家，缺的是把我想变成我做的行动派。下次在羡慕别人闪闪发光时，不如问问自己，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多努力一点点？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王一博和肖战能火这么久，还能越走越高？答案其实没有那么悬，他们把喜欢的事做到了专业的程度，再把专业的程度磨到了极致的稳定。这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先说王一博，很多人最初认识他是舞台上那个冷静又锋利的舞者，或者《陈情令》里克制到极致的蓝忘机。但如果你只把他当演员或偶像，那确实低估了他。他真正让人改观的是他在赛车场上的样子，那不是营业，不是人设，是一种几乎带点执拗的热爱。能在 China GT 这样的专业赛事里拿到 GT 上午3点组冠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是去体验，而是去竞争；不是去露面，而是去赢。更难得的是，这条路他走了整整5年。别人拍完戏收工休息，他去练车；别人忙着曝光，他在赛道上反复刷圈速。摔车、失误、压力，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成本。也正因为如此，当他戴着头盔冲线的那一刻，观众看到的不是明星跨界成功，而是一个真正的车手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比赛。这种跨界的含金量在娱乐圈其实非常稀缺。再看他的成长轨迹，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是从被质疑开始。跳舞，从青涩队长到可以和国际舞者正面对抗；演戏，从被吐槽面瘫到在《冰与火》里塑造出有层次的角色，再到《长空之王》获得专业认可。这种持续进阶，不是靠天赋爆发，而是靠时间一点点堆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不是一开始就强，而是一直在变强。肖战则是另一种路径，他没有那种锋芒很外露的气质，但他胜在细腻、稳定，而且特别耐磨。拍《陈情令》之前，他为角色做的准备，细到形体、气质，甚至眼神表达，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方式，让角色更有说服力。后来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音乐，他都在不断修正自己，让每一步都更扎实一点。他最让人佩服的，其实不是爆红，而是爆红之后的状态。很多人在高光之后容易松懈，但他反而更谨慎，甚至有点归零重来的意思。会观察前辈的表演，会反复琢磨细节，这种持续学习的能力，决定了他不会只是阶段性红，而是有长期发展的可能。把两个人放在一起看，
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把顶流当终点，而是当成一个起点。王一博去赛车，是在拓宽自己的边界；肖战不断打磨作品，是在加深自己的厚度。一个在横向扩展，一个在纵向深挖，但本质都是在对抗停滞。所以很多人说普通男孩也能学，这句话其实对，但也容易被误解。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成为他们，而是说他们身上的方法是可以复制的。比如3个很现实的点。第一，兴趣要做到专业。喜欢一件事很容易，但愿不愿意为它吃苦，是分水岭。王一博把爱好变成职业竞技，这一步就已经筛掉了大多数人。第二，允许自己被质疑，但不能停在原地。从被吐槽到被认可，中间一定有一段很长的沉默期。这段时间，拼的不是天赋，是耐心。第三，不把人生当单选题。很多人困在一条赛道里焦虑内卷，但他们已经在开辟第2甚至第3条路径。这种主动扩展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说到底，他们的成功并不是神话，而是一种选择，选择更难的路，选择更慢的成长方式，选择在别人停下的时候继续往前走。所以与其羡慕他们样样都会，不如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有没有一件事，你愿意像他们那样，连续坚持5年？如果答案是有，那其实你已经走在一条很少人能坚持下来的路上了。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